这就是素质。我只看到了努力和汉人。与朋友之间到底能不能说我喜欢你？回答我，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最近没 OP 哦，好像是吧？是的，是的，对的。ちゃんと愛すためて体調を治すこと。俺は全然大丈夫。馬氏ずっと体調悪いんだよ。原因我は屌！メンタル的なやつだって。哎呦，开幕就哭。これがこうなって。あいつが偽証文を作った犯人か。菅のこと知ってたんだ。ニエルブに連れて行かれたことがある。后一波第一打也正在涂家。我要我东西呢？我东西呢？找对是吧？你没长眼睛吗，小伙子？日本不良少年应该挺多吧？他那个已经不是不良少年了吧？不良大叔了，这个。黑社会，黑社就是会。混混了。哦，还亮着灯哦。哦，可能有点镜头语言在里面，黑暗中的明灯那种感觉嘛，就是。对。因为如果没有西索的话，他就还是个小混混嘛。对啊。やんちゃすんのもいい加減にしとけよこの野郎。俺が師匠のこと頼らなかったら、俺が。半斗要睡了。哎呀，害怕。痛，太痛了。お前グラルートのくせに弱って俺だけ負けてんじゃねえよ。お前がそんな弱ってんの全部俺のせいじゃねえか。哎，天亮了哦。这阳光。哦，我大概懂了，我大概懂是什么意思了。请分析日出在此段的作用。深圳代表着阳光。对。我操，哎，你看他偏偏阳光没有射到半斗身上。是的，是的。哎呦，搞这么温馨啊！果然是女生跟他洗。这个场景啊，让我感觉到假面骑士还是死够像的，有很好的效应。そっか。チョコフラッペ、そこで買ったんだ。这杯冰沙一杯740日元。 740日元啊！贵了吧？关键冰沙保障是一次性的。对。我操，好贵啊！你刚刚说什么？冰沙保障是一次性的。真的吗？你妈呀！完了！哎呦，真的是。应该不是一次性的吧？冰就是会融化的。所以冰沙形态740。对。这个变身成本一下就上去了，是不是？变身的烧钱。是这样的。不行不行不行，这个钱以后要半斗掏，我跟你说。他妈的，真正打工都没赚到几个钱，全去买冰沙去了。我操！穷光蛋了，是不是？按照情报，布拉姆的发挥都是会融化咯。深圳天天都得吃冰了。这种意义上的冰。是沙场人身体好，不怕吃冰的。你什么意思？这里其实处理的挺好的，我觉得能够把他那段过往联系起来。对啊。手已经黑了。手黑完了。卡子山嘛，是吧？我来猜佳丽。哎，你们知道吗？其实有个设定是这样子的，深圳的衣服是半斗，不是是那个宝藏做的。对，没错，我有看到那个短片。对，深圳的衣服是半斗，不是宝藏啊。宝藏就是心灵手巧。我觉得刚刚就像哄小孩那种。对。他就是属于那种怎么说的老爹，顽固老爹的感觉嘛，是不是？对。ここで諦め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んだよな。何人もの実験台を経て、安斗君、やっと君に出会えたんだから。他脖子刚刚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脖子这边已经开始有，跟那个手是一样的。哦，他不跟你嘻嘻哈哈了，我直接蛋糕王哦，我还以为要变个孤敏呢。哎，这句台词我感觉是不是浅沼金太郎即兴的？就是那个 Sasuke Kamen Rider。上一集的打斗的那个，包括变身的也都是他自己即兴的。哦，我知道。ラキアのじゃなくてレンテさんが作ったやつ。今のお前さんが使えるように心臓に負担がかかりづらいよう改良もしたんじゃ。助かる。哦，他这里我大概 get 到什么意思了。他拿软糖，就深圳能吃软糖，说明深圳的底 buff 没有了，就是说他们两个和解了那种感觉。对的。変身。
怎么回事？他只是个啊？这个故事会不会出一个地塌？什么鬼？什么都没有。我做不出来呀。哎呦！无敌的蛋糕王倒下了。哎，我感觉后续会不会让说改良一下，把它那个巧克力冰沙一次性的问题给解决掉啊？如果每次都要这样子搞，其实挺麻烦的哦。我是希望改掉的，没必要。没有，就最简单的，如果冰沙它不是最终道具呢？应该不会再有了，得等外传了。我估计半斗要出新形态的话，因为好像玩具商单里面已经没有东西了。没什么关系的，只要你半斗不再离队的话，你什么时候掏出来，观众都不会觉得奇怪。对啊，也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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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其实这一幕的氛围有点像第一集，你们有这种感觉吗？就是照着第一集，就是跟第一集打那个沙托一样。而且刚好这集也是3元。对啊。哦，两个宝藏是兄弟。来了，来了，来了，兄弟！啊，会说话的吗？这个宝藏？对。按理来说，深圳也能够用巧克力冰沙吧？但是它只能用上面那一块，不能用下面那一块。哦，那个插口不允许。对。太帅了，这个变身。背后背了个吸管，我以为那是把菜刀，我以为能拔出来的。把吸管做成 RX 类的光剑，应该会。确实，他这个要是能拔出来，感觉会挺好玩的。凌波丽啊！凌波丽，哦，对，还真是凌波丽了。阿梅罗，哎呀，布拉姆是 MVP， 深圳跟半斗是抢银狗，抢银狗，这下人头暴涨了。哦，我只看到了努力和汉人扎的手管。哎呀！哦，哦呦，巧克力。可以。哦呦，干嘛呢？哎，你他妈，你这是流弹吗？接受了自己弱小的我，就是弱小，走我的路了。甚至没有放最终必杀。对。加呢？哎，不是什么意思？还是有一点感情。哦，对，很复杂的感情嘛，是不是？冰沙已经消失了。消失了吗？我刚刚没有注意。来历，重点了。我喜欢你，我觉得没问题啊。哦，哎呀，对比起来，你不觉得这段更 gay 吗？好，对吧？好吃。哎，不是他妈的，不请苏公是吧？不请 Lucky 是吧？你妈的！不是沙糖人，深圳之外的沙糖人不许来。好的。他有那么多钱请客吗？だから俺は陰険のやめるぞ。我屌扣篮了。要来历。那你？你说你跟他结婚了？这是要真拿泥了。哎，你们知道吗？其实下集会拍篮球回，是因为庄司浩平他擅长打篮球。唱跳 rap 篮球卡。music。女朋友之间到底能不能说我喜欢你？回答我，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也喜欢在麦上的各位，好吧？我喜欢你跟我爱你是两回事了，只可以这个概念模糊在这里。主要是日本这边表达爱意也很少用 I 思路，是用 speed。哎，说白了就擦边嘛，为了流量嘛，这个东西也无可厚非。确实，官方是有意想蹭一手。再怎么问编剧监督，人家都会咬死是友情的，哪怕隔壁亚克 gay 成那样，10分也是咬死是超越性别的友情。亚克那边谈的还是小清新了，以前谈的更加那个啥。哎，其实严格来说，我梦跟成功那种算吗？肯定算啊。那是一对明 CP 耶，唐角这对说实话卖的还不够大，只是
球而已。对啊，我也觉得是，而且不要说的话，我觉得他们剧外搞得更加过头。好用那期番外你们没有看吗？杂志里面还提到过自己会帮孙念吃掉他不喜欢的菜。爱腐这件事情在日本本身就是很是一个普通的产业呀。我只能说确实有些文化差异问题了，因为我在岛上刷推特的时候也看到很多人聊到这一点，但是他们更多是没有到要骂的程度啊，比如说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去批判节目。你们知道吗？我刚刚看到那里想到的是什么？杰拉米他不是说我爱你是很什么的迟早吗？结果后面他妈妈复活的时候就是说 I still you， 他那说是 I still you 不是 ski。哎，没有啦，我想表达那个意思，就是在那个氛围之下，只有那句话才能够表达出他此时此刻的心情，所以我觉得他说 ski 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不是那种明着来恶心人的，就都还好。我觉得最起码他不是工业堂，说出这句 ski 我是能够接受的。但是你如果说他妈的强行让他们互相喜欢，搞点 CP， 那我肯定接受不了啊。你在说谁呢？你别管我说谁。说白了，你本身的故事讲好了，卖一卖就随你便了。对啊。有人要是觉得生理不适也能理解，但是你他妈能扯到他妈也是这个。说白了，这个就是他妈的让 CP 粉满意的一个情节而已。对。其实你们觉不觉得是这样子的？他们看假面骑士就默认道德标准这块不能够允许这种情节出现，还是怎样？你让小孩子看得懂吗？说真的，我带小孩子看过骑士在解除变身那一刻，小孩子都想着关掉视频去玩。对，不要揭穿吧有拿小孩子当挡箭牌的事实，好吗？哎呀，三观，哎呀，演技，哎呀，难投。打过来，我先投降。打过来，我先投降。我只能说，小孩子只会觉得，我操，冰沙好帅，我操，冰沙好贵。真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应该是挺常见的一件事情，就为什么会闹得这么大？一方面我感觉应该是有人在反串，然后有一些可能是黑子，他们只是想找一个借口来骂而已。对，特色区很经典的他妈屁事多，你知道吗？我觉得是整个互联网都气成。大家都喜欢吃死人，懂吗？喜欢吃，我给你推荐个作品啊。那个边境阿妹木吉卡，好吧。我们到这里为止吧，因为这个话题感觉要扯下去真的没完没了了。对呀。我念一下预告先吧，好吧。酸鹤事件的1个月后，众人在继续对抗斯托马克社爪牙的同时，终于迎来了相对平静的日常。这次深圳与拉提亚作为外援出战篮球赛，虽然顺利完成了委托，但赛后他们却发现一名球员神秘失踪。当深圳等人搜索会场周边时，竟发现形迹可疑的男子。另一边，吉普带着盛装打扮的千金小姐突然现身斯托马克家族。当吉普宣布已与这位名媛结婚时，是已经结了吗？还是还没有结啊？预告的那个语法好像是结是过去式。这下分是哪里了？我是南哥，我也懂这句话。我是把你当成联谊的道具，你怎么快成我姐姐了？像你看统领那女儿孵化到甄华仪，是不是玩原神去了？原神在日本那么火，可能确实有点那个吧。双厨狂喜，虽然我不是，我是撸啊撸大王，我是剑瓦提。我喜欢玩火影忍者手游、三国杀、英雄铁道、绝区零、迷你世界、第5人格。这样子吧，我先念完那个预告。当吉普宣布已与这位名媛结婚时，烂果等人震惊不已。而这位在兄妹面前恭敬行礼，说着初次见面的伊塞尔，竟然是古纳托界总统的掌上明珠。他的出现不仅让斯托马克社内部大动荡，连生真等人所在的人间界也即将被这场风暴所波及。那个千金小姐是吉普阴谋的时候在路边捡到吉普的，我感觉就有点类似于当时生真被信国捡到的情节。不过我还是比较想知道西塔还有没有返场。我觉得没啥机会。假如说你也鲁布把西塔那个 U 盘给修好了，让那个新角色变成西塔的样子，可以吗？替身文学吗？没必要，感觉挺奇怪的。代餐也不至于吧，对他们来说只是个皮囊而已啊。现在还是代餐了。然后我再念一下官网涌入的一些信息啊，生真创造并赠予半斗的新宝藏，其名为冰沙兄弟。它采用双子设计，上层的奶油部分与下层的巧克力奶昔部分可以分开。然后大家一定也大吃一惊了吧？这个宝藏是会说话的，而且比想象中还要吵。设定上面独眼的是哥哥，下面蹲实的是弟弟。最初只是从因为是2个，所以是兄弟出发，但在三元监督的创意下，哥哥变成了关系腔，爱使唤弟弟的阿兄，而弟弟的成了有点怯懦的兄控。冰沙兄弟的声优由夏和田裕贵担任，他在试音时展现出了极其宽广的声线变化，完美演绎了兄弟2人的声音。由于没有固定台词，录制时全靠即兴发挥，让他得以自由塑造这对淘气兄弟。中间这些复述剧情的跳过，然后是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半斗对酸鹤说的最后一句台词加拿其实是三元监督和日野君在配音现场即兴创作的。
尽管对方是可恨的敌人，但这句话里却饱含了半斗对赋予自己力量的川鹤的复杂情感。而这场戏的拍摄日正是前朝先生的杀青日，剧组没有送花，而是送了他一份特别的礼物，就是那个 D-1 Buster。说是说杀青啊，但懂的都懂了，我不解释了。过两天我还会再出下这集的观影心得，如果数据反馈不错，后续我也会延续这种模式。毕竟你妈的，我每周这么辛辛苦苦收集物料，想尽可能跟大家聊点有用的东西，结果还不如别人把剧情复述一遍来的轻松，数据反馈还更好。但没办法，毕竟云看剧的用户才是大多数，而能够坚持看到这里的，相信都不可能是这么虔诚的观众了嘛。那等这期发出来后，我再听听看本集复印鬼有没有有用的信息，有的话我就 report 到新视频里头，到时记得来看支持一下。最后再给各位念一下本周推特热搜榜前30位跟特色相关的词条。第2名卡梅拉的嘎布7万加相关的词条，虽然我感觉好受者这集拍的也确实很好，但是嘎布那边毕竟对吧，你懂的。第3名好受者4.2万加相关的词条。第4名酸鹤伞1.5万加相关的词条。第5名枪刀管制法真的很离谱，你妈的，哪个天才想出来的这个剧情？神人。我们之前看到词刃的感觉应该是做了什么坏事啊，包括他初登场的时候就感觉这个人可能是那种大坏蛋，所以这集揭开真相后才会这么炸裂嘛。第7名Handy 1.3万加相关词条哈。第8名朝日。第10名修马1.6万加相关词条。第11名巧克力冰沙6900加相关词条。第12名也是朝日。第13名是尼耶鲁布，有2200加相关词条。第14名热海长夏。第15名长夏酱。第17名冒险者。第18名宝藏，有1万加相关词条。第19名是岩竹大人。第21名是东摩摩塔罗。第23名是长夏总理。第24名是萨奇嘎桑。第25名是比特嘎布，有1800加相关词条。第26名是醋鹤伞啊，我感觉应该是顺手打错了吧，但是他妈的1000多个人打错也很离谱，你想想，估计是把它当梗玩。哦，也有可能玩梗玩了，因为上周浅沼健太郎还发了条 ins 吐槽这个打错字的问题。第27名斯托马克一家，有2400加相关词条。第28名是霸王龙连者。第30名是长夏冒险城。对，长夏好多呀。是啊，毕竟角色讨喜嘛。而且在这集过后，我也逐渐喜欢上原野飞了。一个是长夏酱跟他交心的情节确实有触动到我，还有就是本集对他过往遭遇的补全嘛。你想啊，从旁人看来，这是失去了2个孩子的父母积极面对生活的感人故事，但对当事人来说，却是好不容易活着回来，却成了被父母抛弃之人的故事。反正看到那里，我就莫名心疼起飞来了。即便在当时这么抽象的氛围之下，这就是我想看的呀。如果有还没看叔叔前几天更新的好受者初期观影心得的观众，不妨直接跳转过去看看啊，能支持一下，把视频推送出去，安利更多人入坑就更好了嘛。好好好。